他一直走来走去。终于他问我，你是美国人或是俄罗斯人？我说我是波兰人。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家人，开镜头给他们看我的小朋友，说：“你看，那个是俄罗斯的小朋友。”我不，小朋友。Hello, I'm Miki。今天我邀请到我在台湾、英国的同学 Bo。Hello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玩一个超爆笑的游戏——外国人在台湾宾果。大家好，我是 Bo， 我已经在台湾3年了，然后我在这边读书。面前我们有一张宾果板，上面有16个在台湾常见的一些尴尬或是搞笑的经验。然后怎么玩呢？如果我们有那个经验，还是如果我们遇到那个情况的话，我们可以刮掉。赢的人会拿到小小的礼物。输的人不会有什么 punishment， 因为我们今天是和平版。我们开始咯。好啊，第一个是被阿姨骂了，我一定要花掉。到现在我有点有伤心的感觉。刚从月子中心出去了，我们从全年要走到家，在他的娃娃车里面，身边有一个小毯子，因为全年就要冷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我会盖起来啊，可是。出去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是夏天，当然不会在外面是39度，好不好？突然有一个阿姨走过来，看到了小朋友这么小，还有没有盖起来？为什么我带他出去？他是太小，在台湾只有6个月的小朋友可以出去，然后他一直就想拿我的那个毯子盖起来。我说我不要碰到我的小朋友，然后我就。比较赶快会开始走路啊，他看着我走路就快到我的家，一直就追我，就骂我一顿。那么可怕。以后我真的有点怕出门，因为我一直怕我一直会被骂，或是会发生另外一个奇怪的状况。这样子，好可怕。那个很可怕。好可怕。我的没有像你那么可怕的，就是我没有被阿姨骂了，就是我被叔叔骂了。我刚买我的摩托车那时候，然后我邻居隔壁，他觉得是他自己的停车位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不是，那个是公共用的。我们住的地方没有那么多人住在那边，然后他已经在那边好几年，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停车，然后有一天我在那边停车，他就是开始敲我的门说：“这样不行，这个是我。”常常停车的地方，我也有点尴尬。以为垃圾车音乐是卖冰淇淋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们有吗？没有。台湾第一天我听到了这个垃圾车，因为那个时候是 COVID-19，那个时候我要做quarantine， 所以我在旅馆一直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垃圾车音乐，我以为真的是冰淇淋。因为在波兰，我们有差不多一样的卖冰淇淋小车子，会有好可爱的音乐。有什么意思？大家都一直吃冰淇淋吗？我没有，因为我开始学中文那时候，他们其实有一门课就是怎么丢垃圾，喝到意想不到的东西。第一次来台湾那时候，就是台湾朋友要请我喝就是台湾饮料，然后我觉得奇怪，因为我在英国都没有喝那个珍珠奶茶。他们很喜欢把东西放在那个饮料里面，然后你喝的时候你摇一摇，我觉得那个感觉那个口感有点奇怪。有时候我知道那个里面是什么，可是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然后我到现在我觉得珍珠奶茶好喝，可是我不太喜欢那个口感，我不喜欢。喝的时候还是要吃。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荤粿，你有吃过吗？我没有，可是我知道是台湾经典的一个像珍珠，不是比较像也像煎上面。我的中文不太好，所以我每次去买饮料会假装我知道这个饮料是什么，我会喝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可是我不敢讲，直到现在还是碰到那个问题。上个周末我跟老公去百货公司，我说我要喝茶，去买一杯茶。我老公过来，你有买什么样子的茶？我说那个柑橘茶加珍珠。他说那个才能没柑橘。差点被机车撞到。台湾每天吧。每天是日常的生活，好不好？要花掉。
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我们学校附近公馆那边，我骑摩托车，然后骑车那时候有一个红灯，所以我就是慢慢的下车，然后我后面有一个计程车，他要赶快就是过那个红灯。对对，计程车，这里的司机都很疯了。然后我停车，然后我看后面就是他开得很快，然后他真的撞到这里。Oh my goodness！ 他的那个旁边的镜子撞到这里。有受伤吗？对对，有受伤。拜托，小心一点。我马上可以划掉。垃圾车分类错别码。我也是。刚来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复杂，因为我们是外国人，然后这些帮你分类的人就是都不会英文。那时候我也不会中文，我以为就是那个回收，天天可以就是丢一样的，说如果你有玻璃，你每天可以丢玻璃。但是不是有些地方你就是只有礼拜三跟礼拜五可以不丢玻璃，好几次我会给他，对，不会接受。吃火锅烫到舌头坏掉。我也是，我没有耐心，看好吃的我要马上吃，每次这样，一模一样。还有我老公可以吃真的超烫的东西，他每次跟我说已经不烫，已经不烫，我每次会相信他，每次样会烫到我舌头。还有那阿玛酱你的 line， 有，坏掉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爬山的人。然后在这里很多老人家会去爬山，他们很喜欢那种活动。然后是爬山的时候会遇到一群老人，然后他们很好奇要跟我讲，就说那边有外国人，我要跟他讲。我爬山的时候就是遇到3-4个阿姨，他们都在那边在山上喝咖啡，然后他们请我喝一杯咖啡。他说，如果你跟我们讲是免费的。所以加烂是你的 price， 就可以拿到免费的咖啡，这么厉害。老人家很喜欢传给你那些 sticker 图片的，真的是，我觉得超级可爱。对，比较老一辈的人真的很有人情味。我大概每天会出去玩公园什么的散步，因为我也会遇到阿姨们，因为每次过来会讲话聊天什么的，我有很多。然后以后就是要加烂，就传一些可爱的贴纸 ，Hello Good morning 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下一个好可怕的被飞天蟑螂吓到。这里是很特别的故事，我还记得是哪个地方、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。我跟老公要一起去吃晚餐，卤肉饭。他跟我说一个故事，他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他说，蟑螂其实可以飞，他说他不相信。到现在他完全不相信，他说不可能这么大只可以飞。可是没过多久，5分钟，有一个超大只就飞过去。所以我觉得超级可怕。我记得说很多人跟我讲他们会飞，我也有点不相信，因为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翅膀可以飞的。他们走的时候，对然后我真的看到了，我就是很惊讶，然后觉得很恶心。下一个听不懂 Seven 的店员说欢迎光临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每次进入那个 Seven， 我一个人在里面，然后他们就是说一句话，我觉得他们真的跟我讲话吗？就是对，你要回答什么？对，我要回答吗？还是他们问我什么？所以我完全听不懂，现在都知道了。前2年我完全不知道，以后我就问我朋友，不是没有问老公，因为我觉得尴尬。下一个，没带卫生纸上公厕，日常的事情吗？你有吗？刚刚跟大家讲，我最后一张卫生纸是我小朋友用完了。还好我没有孩子。被4秒电爆吓到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来台湾前，我就是会看很多资料，就是租房子的建议什么的。然后大部分的外国人就是建议你不要靠近那个寺庙，要不然你常常被吓到，还是有时候他们有活动是早上7点8点，然后你一定要起来，就是最好是不要
就在那边附近。谢谢你的建议，现在我也会知道对。其实我有这个经验，在美浓过年的时候，我跟老公要去那个寺庙，可是陌生人一进就到，我都听到这么吵的声音，因为我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人，划掉。上去搭捷运，公车差点关门。捷运有，因为我在这边不会搭公车，现在有自己的摩托车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搭捷运。以前我搭捷运去那个学校，有时候会遇到那个情况，然后很多人要跑到里面，可是我都不敢。之前我去语言中心，我还没下载很好的那个公车 APP， 只用 Google Maps。其实几乎每天我会追公车 ，Google Maps 不太准，现在已经不会发生这个状况，还是要花量。这一个，我觉得很特别。这个很特别。都坏了那个塑胶小椅子，我没有，可是我可以讲我朋友的故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高，198公分，体重如果我说他会。有一次我们在那种就是餐厅，你可以坐外面的，然后他们提供一些小的椅子，然后他一坐到就是。我没有发生，因为你没有那么重。你怎么知道？刚刚做一个影片，有些人说，你有了吗？就是还没有瘦下来，好不好？常被认为是美国人，日常的生活真的花掉。对。英国朋友呢？路上我会看那些小朋友，然后他们就是会跟妈妈、爸爸说：“哎，你看那边有外国人。”然后他们那个家长会回答说：“哦，对，是美国人。”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真的是。2个礼拜前，我跟小朋友去一个小公园玩，那边有一个没有年纪很大的一个阿公，可是他带他的孙女玩，他看到了我的小朋友，一直很好奇，他一直走来走去，终于他问我，你是美国人或是俄罗斯人？我说我是波兰人。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家人，开镜头给他们看我的小朋友，说：“你看，那个是俄罗斯的小朋友。”我不，小朋友。下一个是走错扶梯的椅子，划掉，划掉。我也要划掉。虽然在英国我们也有这个规则，就是如果你要走快一点，可以在左边，然后就是一般的可以右边。但是有时候我会忘记，然后我就是一直这样，就是等着，然后就是后面有一个人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借过一下吗？不是被阿姨骂了吗？有礼貌的这样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是文化不一样的习惯，因为在波兰我们不太会注意这件事情。尤其是我出生在比较小一点的城市比较小，扶梯也是比较短一点的，真的没有人会注意这个。可是像我的妹妹，她来到太阳，她也完全不知道。虽然她住华沙，她完全不知道这个规则。我现在真的每次会记得。最后一个，不小心的坐在有限座位，你的意思是那种不爱坐吗？哦，我没有，就是有时候我会就是年轻的人会坐在那边。就是他们会等到年纪比较老的人进来那时候，然后他们就是会让位给他们那个椅子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还好，可是我也有点不敢坐在那边。对，我也是。尤其是我们是外国人，他们会比较注意到我们。这样做的话，我觉得会有点丢脸。真的会，所以我就尽量避免这种的状况。可是我有另外一个故事，虽然我没有不小心的坐在那一种的座位。但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搭中线，我看到了在那个博爱座前面是一般的那个浅蓝色的座位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是3个人的座位，已经有2个人会坐，没想多久就坐在他们的中间，超尴尬。我老公说：“在干嘛？这个是2位座。”可是我想跟你说，我姐姐和妹妹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们一样要搭那个中线的捷运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妹妹做什么？马上坐在这2个人中间，一模一样的事情。还好不是什么，不好意思。算一算，有谁划到比较多的歌？我一共有10个。
有14个。啊，我赢了。现在想到这些情况，我觉得有些真的是很可爱的情况，还有真的很台。对，然后当时你会觉得有点尴尬，但是就是现在你会觉得很好笑的，就是对，这个是要习惯台湾的生活一种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相信台湾人就是如果他们移民到那个英国还是波兰，也会有接受。谢谢多包容。小是我赢了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录影片，所以我还是会送你。里面有小惊喜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像比如说你去录影的时候，这个是防蚊的一种东西，蚊香烧起来，对，蚊子不会飞来。那个是蚊香，然后你可以放在那个钥匙。对。哦，看起来蛮像的哦。我要说，就是如果是真的的话，那个会有点可怕。放在你的口袋里面。排，大家喜欢吃的鸡排。喵喵。这不健康。我们大概到这里哦，你们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这种的状况吗？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还有，如果你们也喜欢类似的文化观察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还有我的朋友也最近开始像我一样自己 YouTube 的频道哦，别忘记去看看哦。在我的影片中，我会就是提到我在台湾的生活，然后去玩的那种影片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来订阅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He's again, he's behind your head, he's behind your head.